大家好，我是 Klaus。过去在大众的潜意识里认为，非法集资的出资人在崩盘之后是以一种被骗的受害者的身份出现的，是可以向犯罪分子追索或者要求赔偿的。可是最近的一个新的规定出台，从法律上彻底否定了这种认知。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，公布了《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》，自2021年5月1日起实施。该条例除了一些标准化的内容之外，其中的第25条最引人关注，因参与非法集资受到的损失，由集资参与人自行承担。整个条例之中没有出现一次受害者，而是称为集资参与人。这让我想起两个案例。第一个，今年1月份，湖南的一家养老院以预订养老床位为名，集资数千万，类似于卖养老理财产品，有2000多名老人被骗。后来该公司倒闭，董事长被抓，但是钱却要不回来，多名老人选择自杀。媒体曝光之后，根据网友的爆料，类似事件在全国各地都有发生。该老年公寓被当地公安以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立案调查。简单来说，这个案件被定性为非法集资。在公安局登记的时候，公安局发放的是投资人登记表，很多人都不愿意签发，希望把文件抬头改为受害者登记表。第二个案件发生在去年年底，在中国排名第1的虚拟货币交易平台 Plus Token 被定性为传销，也是非法集资的一种，涉案金额2000多亿，受害者多达几十万人。当时这个案子的涉案资金被直接冲入国库，法院回应说，因为传销案件没有受害者，都叫违法参与者。在那个时候还只能说这是法官的个人裁决，但从此以后就有法可依了。这条最新法规的出台，就是为了应对中国的金融暴雷事件导致的维权人士。最近的这些年，中国发生了太多的金融暴雷，牵扯到高达上亿名的受害者。虽然这些案件很快就结案了，但是受害者的钱却追不回来，所以各地一直都有大量的维权人士。有了这条法规，那么只要官方将案件定性为非法集资，那么受害者维权就没有法律依据了。可是说非法集资，到底什么是非法？在中国生活过的人谁不知道？在网上说句话，政府都知道，你做什么政府不知道呢？特别是关于钱，跟武器一样重要，是控制国家最重要的东西。所有的集资，不论是合法还是非法，其实都是有政府站台的。那些暴雷的企业都是取得政府的合法营业资格的，甚至是有政府出资和担保的。可最后出了事，政府就一句非法集资，没有受害者，大家散伙回家吃饭就完事儿了。最大的案例就是 P2P。 中国的 P2P 行业高峰时期有5000多家公司，后来发生过多次大规模的暴雷潮，多的时候每个月上百家，使得中国几千万人受灾，老百姓的血汗钱高达上万亿追不回来。结果在去年底，中国政府宣布 P2P 行业完全归零，胜利打击了金融腐败和一系列非法集资案件。可是 P2P 行业可以归零，老百姓的钱也能归零吗？一句非法分子已被严惩，能弥补人民的损失吗？甚至还有无耻的媒体说暴雷也是排雷，但是这种排雷的方式就好比是拿别人的命去排雷。而事实上 P2P 从最一开始就是中国政府以普惠金融和互联网创新为名，支持和宣传发展的行业。央视多次提倡 P2P 的发展。李克强曾在国务院会议上说， P2P 是网络金融创新，有助于缓解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，同时推动大众创业。在中国，没有政府支持，又有谁能够融资到那么多钱呢？挑其中的几个例子来说，2018年一位年轻的母亲王倩，因 P2P 暴雷维权被打，最后选择上吊自杀，留下了年仅4岁的孩子。在遗书中，她自述自己从小爱国爱党，自己还年轻，钱没了无所谓，但是自己现在三观全毁，已经没法活下去了。最后嘱咐孩子好好读书，长大后出国移民。而王倩投资的这家 P2P 平台的大股东是属于国企的华安基金。第二个例子是凤凰金融，股东是有央企背景的凤凰卫视。近日有新闻，央视高层出任凤凰卫视的副总裁。凤凰金融旗下的 P2P 在去年底跟政府一起清零关门，但是100多亿资金一起消失，导致7万多人受害。而且它的 P2P 理财产品并没有标明是 P2P，
P2P 业务虽然清零了，投资者的钱不给了，但是凤凰金融还在运营，也没有对凤凰卫视产生任何影响。不只是 P2P 能爆雷，信托也会爆雷。信托是高端的金融理财公司，最低投资的门槛是100万。信托爆雷案涉及资金更多，影响更广，导致投资界流行一句话：屌丝死于 P2P， 中产死于理财，土豪死于信托。安信信托爆雷后，投资者起诉被法院驳回，称买者自负。房地产也会爆雷，近几年每年都有超过500家房地产公司倒闭，全国各地都有业主维权。租房也会爆雷，去年蛋壳公寓爆雷，导致50万人无家可归，甚至有人因此跳楼。再加上我们之前讲过的养老院爆雷，在中国总有一款产品让你成为被割的韭菜。这些爆雷都可以说是属于集资， P2P 和信托等平台集资进行投资回报，养老院、房地产、租房平台等是预付款，公司预收客户资金，以集资的方式进行杠杆投资，造成了金融风险。可以说只要是投资都可以说是某种方式的集资。那么非不非法，就是政府一句话的事。以前面对受害者维权，政府不管，法院不立案，但是政府始终摆脱不了责任。现在中国政府出台的这个最新条例，受害者的损失自己承担。中国政府终于撕下了伪装，直接告诉人们，你们就是韭菜，被收割了之后不要喊疼。好了，下面进入网友互动环节。上一期节目我们讲了中国低标准低质量的全面脱贫。网友阿山哥说，如何解决一个国家平均身高太矮的问题？我们先把矮重新定义成只要高于80公分就不算矮，然后宣布国家全面脱矮，成为地球上唯一一个没有矮子的国家。网友文华晨说，中国的月收入中位数大概2500，按60%算，1500块以下就是贫困人口。英国对贫困人口的定义是收入低于中位数的60%。如果按这样的定义，加上之前李克强说6亿人收入不足1000元，中国的贫困人口至少在1半以上，1半以上的人都达不到平均数，同时可见中国的贫富差距有多大。网友徐创说，想脱贫还不容易，改词呗，以后不许说穷，就说是富豪初级阶段。网友010称呼习近平为习近平，非常形象，也可以说习近平，贫困都成为敏感词了。习近平的名字很神奇，可以改成很多形象的昵称。我有听过习近平、西金平，还有习特勒、习朝鲜等等。你还知道什么？请留言分享给大家。好了，本次节目就到这里，欢迎点赞、订阅、留言和分享。我是 Klaus， 我们下次再见。